嘿，今天玩玩具了吗？可能是凶鸟系列最帅的外挂武装之一，以为只是一拳入魂，结果却来个冲浪版。本集来看看由万代出品的 HG 凶鸟拳击手，登场于作品《超级机器人大战 OG》系列，不过首次登场是在游戏《超级机器人大战 Alpha》，作为原创真实系主角机的后续机体的强化武装之一。在 OG 系列建立之后，顺理成章的在归类其中啦。而且比起初登场，游戏里的强度与泛用性都有明显的强化哦。不止整体的战力有显著的提升，连战斗动画都越做越帅啊！本款套组除了强化装备之外，也有附属一只完整的凶鸟马克3哦。凶鸟马克3既然都附属在里面了，就要给点画面嘛。整体跟零售版完全一模一样哦，颜色也没有任何的不同。不过关节比起零售版来说，好像有比较紧实一点啦，但也有可能只是因为刚组完，所以还没有松。另外，虽然跟拳击手强化装备合体的时候，整个后背包还有左手臂的锐牙飞刃是需要拆掉的。不过本款算很有良心哦，整个凶鸟马克3是完整附属哦，不只是背包，还有锐牙飞刃、手持武装、光子步枪还有重力来福枪都没有被阉割。拳击手装备原本预计给 SRX 用的武装有 R 杠还有 R Sword 两套装备，不过后来就只有完成了 R 杠。原本的 R Sword 就改制成凶鸟马克3用的强化武装之一，毕竟凶鸟马克3的开发方针就是小型化的 SRX 嘛，所以换成凶鸟用的武装也是合情合理的。外形上就是一套动力外装甲的感觉，高度大概有23公分，中间要装凶鸟啦，所以会空空的。外形的流线型风格与到处都有的黄色色块都与凶鸟本体的风格相近。身为主武装的两条手臂，主体是圆柱体外包装甲，看起来还真是好看啊。内侧也有给凶鸟握持用的把手，两条腿的风格也很有 SRX 的样子，也很呼应设定原本是 SRX 的武装之一。尤其明显的就是那两个大脚掌啊，还有前端的大脚刀。肩膀装甲是独立零件，根部是一个球形关节。肩膀根部可以顺利转动，但是会被肩膀装甲给挡到。因为有变形机构，所以也可以往前，但是除了变形之外都用不到。根部还有一个小幅度的水平关节，但是主要还是依靠前面这个主要转轴。这种设计也是为了合体之后提升可以摆的姿势啦。向前也有约大概45度的可调范围，上臂可以转动，下臂也可以转动，但是手臂弯曲的幅度并不高哦。拳头根部是球形关节。本款的大手手是万代引以为傲的高技术全可动手手，但是万代啊，这个全可动手真的造型不太好，把玩性也很差，还很容易掉啊。勇者王也是因为这个全可动大手手扣分啊。腿部根部有水平转轴，大腿转动处除了转动大腿之外，也还有多一小段水平抬举，往前可以拖90度。膝部关节有2节，但实际要运用有一点麻烦，我们后面说。大脚掌的脚踝可以转动，也有不错的接地范围，但是前后范围就比较局限啦。另外，脚掌因为变形机构，所以可以弯折。本款的支架可以重现原作的几个场景哦，其中一个就是与凶鸟马克3即将合体的样式，然后将拳击手本体装在专用的支架上，接着把凶鸟本体装在另一根连接杆上。原本大支架的接点还有衍生另外一个接点哦，就把装着凶鸟的连接杆装上去就完成了。当然，最大的卖点还是要让凶鸟穿上这套装备啊。首先要把拳击手装备给大部分解，尤其腰部的白色连接件要换成没有上半身接点的样式。接着把胯部零件接在凶鸟的胯部。腰部零件接上去前，记得要先把凶鸟臀部的武器接点给翻出来哦。接着把双脚后侧的装甲放开，对准脚盾之后，把凶鸟的脚掌给套进去，然后与腰部的连接点连接。预先拆掉凶鸟的握持武器手手，然后装在拳击手装备两边的把手上。接着与凶鸟本体背部做连接，最后把握持武器手手装上去就完成啦。凶鸟拳击手。凶鸟马克3搭乘上去之后的总称，因为有引擎出力的限制，所以基本上只有搭载外星引擎的凶鸟系列才能够使用。虽然外形相当重量级啦，但是实际上的机动性能并不低哦。当然，此形态的作战方式都是以近距离作战为主，不过因为那个双手都没有被局限，
因此原本凶鸟马克3的武装几乎都还是可以使用了，也就弥补了拳击手攻击距离比较低的问题。手部因为凶鸟本体还有拳击手武装的关节数量都够多，大致上可动性都还维持在一定程度。尤其握柄因为有设计拉伸还有转动了，因此虽然不能到自由自在，但至少基本可动范围还是可以轻松达成的，只是转动的时候要小心。腿部就比较没有那么好摆姿势啦，往前抬举时需要注意凶鸟的前裙甲。膝盖弯曲的时候，拳击手装备的关节要以上面的关节为主哦，毕竟膝盖的位置是在凶鸟的小腿啊，可动弯曲的范围就有所限制啦。这个部分在调整的时候也要特别的留意。背部主要推进器有3个地方，本款是用替换件形式来还原展开样式，虽然感觉上这个做成可动腕带不是做不到啦，不过考虑到这个套件等级只是 HG， 那就算了。拳击手嘛，当然主要都是用拳头来作战啦，所以本款唯一附属的武装相关配件就是一对拳头。重现使用念动拳的时候，拳头包覆念动力的样貌，发色相当漂亮，不过有汤口跟分膜线要处理啊。变形重力键模式，首先一样要把拳击手给整个大卸8块，腰部的白色零件要换成凶鸟合体用的，推进器要换成展开模式，将背部零件向后转90度，装上辅助零件，再把胯部零件给装上去，肩膀根部的接点向内转，手臂肩膀根部的零件拆掉，大拳头也拆掉，手臂圆筒面朝前面，并且把握杆给收起来。脚后跟翻开之后，向上翻折进去脚踝，前脚掌有双段关节，把前脚掌翻折到脚底，然后脚刀往前拉开，前脚踝2个小装甲转向，后脚跟的接点翻出来，将2手臂装在额外的辅助固定件上，然后接上副拳头的另一个辅助固定件，接着与本体结合，腰部零件与肩膀的根部零件分别装在对应的位置。最后再把2脚装上本体，并且合并就完成啦。重力键，拳击手装备的另一种形态，呼应原始设计为 SRX 用的剑形武装，不过使用的方式并不是拿来当剑挥砍，而是当成冲浪板。凶鸟马克3站在上面冲过去撞敌人啊！这个形态在初登场的游戏里并没有登场哦，算是列入 OG 系列之后才补充的设定。而这套装备目前在游戏的战斗画面有2套，一套是本体为凶鸟马克3，一套则是凶鸟系列被全灭之后接手的试验机。不过我个人觉得凶鸟马克3的 ending 依然是最帅啊。另外，本款与前一款枪手装备可以互动哦，重现动画版原创的合体攻击。枪手装备有对应的把手替换键，配合支架让拳击手握持就完成了。凶鸟马克3的武装系列终于圆满了。早期兽屋虽然也有出过与本款一样的拳击手套组，但是当时并没有办法重现重力键模式，而且兽屋也没有出过枪手装备，因此当年也没有办法圆满这个系列啦，算是有个遗憾在啦。本款有附属凶鸟马克3的本体，所以若单纯只喜欢拳击手装备的人，也可以不用额外再去买凶鸟本体啦。拳击手装备的完成度也很优秀，虽然只是个 HG 等级啦，因此部分的结构都还是采用替换件，或是需要额外的固定零件来达成。但在整体稳定度还有零件的强度上，也因为是用替换件就可以减少很多零件的磨损啦，算是在完整重现与套件强度2者间取了个还能接受的平衡啦。只是需要好好收起来的零件也就相对变多啦。2种形态在重现上都没问题，还原原作的帅气设定也没有问题。把玩性的表现也不错，只是组装模型还是不能太常把玩就是。当然也还是跟枪手装备一样，都很占空间，但都很满意。总之，当年没有买到兽屋版拳击手的人，总算不用再追高或是买盗版啦。现在有更好的选择可以购买啦，只是因为是 PB 贩售限定所以好像也不能算是真的很容易入手就是。就这样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